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姐姐。我终于可以找回我的记忆了。 谢后真聪明，马家的手艺又传承了。但你要记住了，马家的手艺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谢后快走！你快走啊！快走啊，谢后！ 是你呀！从小就喜欢这幅画，看了这么多年，还没看够吗？你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你可以叫我姐姐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家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因为你这里受了伤。没关系，姐姐会帮你想起来的。你叫马先红，来自马家村，是神机百炼唯一的传人，能造出这个小修身炉就是证明。这个东西真的能帮我找回记忆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但是你要造一个更大的炉子，一个可以容纳你的炉子。别担心，姐姐会帮你的。姐姐，我好像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。我想恢复记忆，但那并不是我最想做的。我想成为像姐姐一样的人，我要用修身炉去帮助更多人，那才是我创造它的意义，对吗？送你的礼物。
你以前告诉姐姐说修身炉并不完整，你是对的。有了它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修身炉。这是什么？我叫它裂缝，因为它并不属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。它是通过两个世界之间像裂缝一样的通道才到了这儿。它有着强大的能力。你对修身炉的了解越来越深，是把它交给你的时候了。选择回到我原来的世界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还会有别的选择的，还会有别的选择，凭什么？还会有更好的选择？好了，老莫，现在你已经不能给陈朵什么了，最后至少把尊重留给他。当年是你把陈朵带到我们世界来，今天送她走，就是你的责任。陈朵，选择还没有完。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，你可以选择我们其中的任何人，以任何的方式终结你。真的可以吗？我自己选。可以。也可以选择自己动手吗？当然可以。既然老萧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再补充一句：第一，不能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到任何人；第二，我们要见证你最后的时刻。只要能满足这2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内，你是自由的。不管你任何选择，任何需要，我保证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拒绝你。做什么都可以吗？只要满足了这2个要求，都可以。宝儿姐，离他远点。不用怕，没得事。可以转过来了。
真结实。可以交给我吗？你的毒不会散出来吗？不会，我压制着他们。那压制不住的时候呢？一旦我无法控制，原始毒反而不会往外扩散，它会按照下单、中单、上单的顺序一路蔓延上去，最后会跟着我一起消失。所以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一起陪着你的。我还是想不通，她只是一个小姑娘，为什么会遭遇这些？她倒霉呗。倒霉？因为倒霉就要受这种苦吗？倒不倒霉都要结束了。为什么不能幸福的走下去？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快乐的结局？你现在不开心吗？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他了吗？这个人不讲道理的，我现在明明很开心。留在这里，只会给大家带来麻烦。我的那个世界和这里完全不一样。虽然很想留下来，但那儿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迟早要回去的，只是有点小遗憾。这行了，老孟，还不明白吗？放下吧，他只是这个世界的客人而已，别用这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去要求他了。你真想对他好的话，今天就好好送送他。对了，朵儿，刚才你说点小遗憾，怎么了？可以说吗？当然可以说了。我想去逛街。以前在公司学习的时候逛过，但只是为了学习常识，所有行动都被限制着。后来到村里，马村长也说，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马村长想治好我，我想报答他，所以听他的。可以，朵儿。可是进城要花不少时间，你还有时间吗？这几年，我对毒的压制时间也变长了，巅峰时期能达到20个小时。只是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撑这么久。我反对。各位，其他的事情都好商量，但这个事情绝对不行。带着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陈朵到人员密集区，风险太大了。而且他说的自我限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出了事情谁来负责？陈朵，你又没试过，你怎么肯定？我肯定。以这种方式结束，我见过好几回了。好了，说到底，不就谁负责任吗？我。我。
张楚岚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没人拿你当哑巴，闭嘴！张楚岚，没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？这你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小张，说实话，我挺喜欢你的，真的。作为一名操刀鬼，你很称职，分寸把握得很好。不只是你的宝，我也是把刀，我背后也有鬼。在场的我们，其实都是被人操持的刀。碧游村我们已经帮你们砍掉了，现在陈朵说到底，就是我们这几把刀的内部问题。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就由我们自己去解决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干涉了。好的，小哥，您说的都对，是我错了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进城。我跟球回去把行李顺回来，一会儿呢，这边见。各位，我不是反对大家，就是万一总部找不到我，怎么办？总部？总部是什么？哎，宝宝，一会儿出发前呢，去河边啊，把你的脸呢好好洗一洗。咱们去逛街，不是去要饭。嗯。猜出来这世界是孤单。妈，喜欢啊！我带你进去。老肖，把他也拎上。啊？这就对了嘛！小姑娘家家的就应该穿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。真是老古董直男癌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行。我觉得不错呀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球儿，你能离我远点吗？你嫌弃我？不是，你靠近，我身体负担太大，心脏受不了。果然，静巧是我的原罪，没辙呀。是好看。朵朵，我怎么感觉你的审美有点问题啊？爷们儿就得爷们儿样，你要感到心动，那也是管叔这样的呀。宝宝，你看朵这身穿搭多好呀，看看你，赶紧的，把球鞋给换了。
原来你怕高跟鞋啊！我今天非让你穿上不可。宝宝，试试嘛！阿维斯巴斯。老板，不客气，慢走啊，小姑娘。管叔，啊，给我钱。哎，买了这么多啊！谢谢。谢谢。还有很多人，我想报答你们，能做到的，我尽力了。但像这些人一样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你们带我来的这个地方真好，只是我应付不了。老廖一直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你明白，你心里都清楚，我才是那个蠢蛋。身上的东西会传染吗？小八怪，给我滚开！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？哎呀，天哪，好恶心啊！他身上是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别看了，快走，快走！
没把我带回去，会不会有麻烦？可能会有吧，但和你带给我们的相比，那不算什么。我们也想逛街呢，都好久。人们欢笑着，分享着快乐。阳光晒着街，很温暖，冰淇淋很甜。风吹着裙边。你的自由。无边的热烈，可是再无法走远，我不剩什么时间，就当是路过这世界，我走过见过。
我一直幻想着有一天，你能认同我的选择。陈朵，一路走好。心无定体，无善无恶，知善知恶，为善为恶。偶来天地，复归冥冥。不知乐生，不知饿死。萧然而往，萧然而来，好恶其中，正道不明。明心见性，方是本来。久在樊笼，复归自然。村民人数都清点好了吗？还在清点中。二位。修真炉被摧毁，马先红和他手下所有的村民被接收。陈朵在这场大战中拒不就范，意图再度潜逃，结果在所有临时工们的联手追捕当中，死于自身毒发。这是二庄刚刚发来的报告，整个处理过程无懈可击。老毕，这回人家可没给咱们机会发难呢。这份报告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二位，这次任务，我们恐怕犯了个大错。老毕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原本是一头头孤狼，但是现在我们恐怕亲手把孤狼变成了狼群，更加难对付了。对他们的诚信度调查，必须要去安保了。发现问题的，就别再出来了。这次的任务，临时工跟陈朵和马先红有太多的交集了，这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调查清楚。按老毕说的，他们直接去安保。接下这个任务时，我最关心的是宝儿姐的安危。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，这次集结会给宝儿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宝宝也很有可能失去特派队员身份的庇护。光是这次任务平安过关还不够，宝儿姐的身世秘密仍有暴露的危险。直到老孟现身，才让我看到一丝转机。老孟对陈朵的态度，你们先别伤害他，让我先去劝劝他。听老孟，这个命令其实留有余地，我们想办法抓活他。我也没意见，抓活的呗。以及你们同意以活捉为前提的表态，其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，我认为是有可能成为我成功的关键。必须承认，不光实力，
从各方面来看，你们都很老辣。但除了老孟，其他人对陈朵都没有深层思考的必要。你们只是把陈朵当做一个猎物，一次任务。而我此时已经不能再忽视陈朵了。如何处理她，是能否让宝儿姐和这些临时工成为真正朋友的核心。还好，我交了2个天大的好运。第一个好运，如果当时陈朵还在为自己的命运纠结，那我会很棘手。但是，陈朵早已做出了选择。当她带着那个项圈去见廖忠时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接下来，就是我的选择，是把陈朵推向老马，还是退出这场战斗？结论很明显，被杀、被捉，都对陈朵没有半点好处。你们也只会毫无负担地完成任务。你们很厉害，比我厉害得多。既然这样，就请你们帮我多承担一些吧。我希望你们和宝儿姐完全站在一起。为了宝儿姐，我必须把你们从高高在上的狩猎者位置拉下来，必须让你们看清陈朵的处境，就是你们的处境，并且感同身受地理解陈朵的选择。我做好选择了。其实我还走了第2个好运。算了，反正我已经完成了收割。我并不担心你们察觉到我在背后的算盘，因为你们看不透我想要的，而这恰恰是你们愿意付出的。我想收割的，就是你们放大后的同情，不是怜悯，不是那种自上而下、高高在上的东西，必须是同情，兔死狐悲的同情。如果让你们放手一战，胜者的感情可能会变质为怜悯。这不行，同情的前提是在对方身上找到共同点。当你们已经对陈朵产生足够的同情时，收割的时机到了。收割他的人并不是我，是宝儿姐。把任务分成2个层面去对待，感性的施以同情，理性的判断利害。在行动的第1天，我就问过宝儿姐：“宝儿姐，我记得徐四说过，你不会撒谎。如果给你一个设计好的谎言，你也会把它当真的来做，是不是？”没问题嘞。宝儿姐当然会扮演和你们一样施以同情的角色，但指望着碧游村这短短的时间内，你们能够自然地达成深刻共识，我还没那么天真。所以，我选择扮演理性的角色，从路北特派队员里抽离了出来。也许在平时，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中的异类，但是在这个小团体里，玩世不恭、率性的，对陈朵抱有同情的你们，才是大多数。那就这样好了，你们来排挤我，那个庸俗的、被条条框框的规则所束缚，那个瞻前顾后、时刻计算着利害得失的我，才是这个团体中的异类。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就由我们自己去解决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干涉了。通过剔除我这个异类，你们才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的共性。这样，大家对陈朵的同情才会更加有效地被复制到宝儿姐身上。这，也就是这次任务真正的收获。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，我不知道宝儿姐与公司的这种关系还能持续多久。我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有一天你和公司决裂，成为公司的敌人，那公司最有可能用来对付你的力量，就是这群人。宝儿姐，我很弱，我只是一个小角色，没有横扫天下的力量，也没有运筹帷幄的智慧，所以我只能勤奋一点，只能把所有注意到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尽可能的
往有利于你的方向去推，哪怕是靠近一点点也好。至于你们，我不指望最坏的那一刻来临时，你们能为宝儿姐与公司决裂，甚至倒戈一击。你们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受过伤，我只盼那一刻到来的时候，你们脑子里都给我牢牢地回忆起那天。陈朵，走好。虽然不方便参加这场践行，但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吧。希望你喜欢。至于我嘛，随便吧。我用不着你们接受，也用不着你们喜欢。你们喜欢宝儿姐就够了。这个裘让可是马先红最忠实的追随者呀，一点隐瞒的意思都没有啊！一上从宽凳就大大方方承认他掌握了神机百炼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能让他出去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临时工们到齐了，接下来他们就该上从宽凳了。从宽凳，什么东西啊？从宽凳是总部用来测谎的装置，上了那个凳子，就相当于把你们的一切都向总部敞开，一丝一毫都无法隐瞒。换句话说，你们的所有秘密都将不复存在，就连宝宝的秘密也很有可能会暴露。那我为宝儿姐所做的努力，不都白费了吗？现在逃还来得及吗？逃是逃不了了，所以，我准备了一份指南，宝宝，你仔细看一下，把这些回答都记在脑子里。上了凳子之后，要把它当真话一样说出来。我有多长时间啊？最多15分钟，所以要抓紧了。对了，楚岚，碧游村的行动你做得非常好，但有些事只能尽人事听天命，因为你也要上从宽凳。三哥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？谁的资料？坐吧。这个是路北区临时工助理张楚岚，从他入手，或许会有突破。我来吧。那我们直接开始了，回答我们，陈朵到底是怎么死的？领导，报告里都写清楚了呀，你们没收到？剿灭碧游村的过程中，陈朵拒不就范，再度潜逃，我们一路追捕，最后陈朵死于自身毒发。你现在是在从宽凳上，不说真话是过不了关的。
这就是陈铎死亡的全部真相。本次行动过程中，特派队员之间出现了分歧，行动并不团结。我是很懦弱，我保护不了陈铎。在这个陈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逼问我这些问题，你们这些公司的高层真是残忍的吗？他们对陈铎的处理，我试图阻止过，但是没有成功，责任不在我。陈铎只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啊，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这一生没有过什么坚持，但是在陈铎这件事上，我认为我做了该做的。送走陈铎的人是他们，对，是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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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问题，你告诉我们，对马先红这个人你怎么看？手段很高，是条汉子，和那几个特派队员一样，挺对我胃口的。马先红啊，人不错，不过比起他，总部更在意的人是我们，不是吗？我这个人笨，看人这种事，我做不来。他是个病人，可区别在于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。我很欣赏他是条汉子，但他的思想走了错误的方向，现在的结局是应得的。对于总部的不信任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我们的身份很隐秘。不过我相信，我们这次履行了正确的使命，可以让你们刮目相看。马村长跟我一样，是真心实意保护陈铎的吗？而这样的人，比我这种病人更加危险。坦白说，经历过这次任务，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正面之力。在围攻他的时候，我选择了不出手。马先红这个人，狂妄偏执，所图者太大，要么毁了自己，要么毁了这个世界。我觉得公司对他的处理恰如其分，就算公司不处理他，我也要把他废了。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。我觉得公司做得对。张楚岚，你现在只剩下一次亮红灯的机会了。领导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吗？我觉得碧游村和陈朵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。去公司的路很长吧？在我们村经常会有傀儡戏的表演。我每次看戏的时候，总是控制不住流眼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。那些傀儡让我想起我姐姐家有一幅古画，叫《骷髅欢喜图》。我一直也看不懂这幅画，但我现在懂了。画里是一个黄昏，一个孩子跟着妈妈来到村外，看一场傀儡戏表演。表演很简单，就是一个被丝线提着的小磨子跳着舞。看
看戏的孩子完全被吸引住了，他朝着那个小木偶爬了过去，越爬越近，他兴奋得不得了。直到他看见那个小木偶的脸，他吓了一跳。那根本不是什么小木偶，那是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小骷髅。他再往上看，提着那个小骷髅的是一个更大的骷髅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自己是那个看戏的孩子，是个旁观者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操控。但我发现我错了，我也身处在这个操控与被操控的游戏之中。我是那个被丝线提着的骷髅傀儡。所以我想要奋力挣脱，斩断丝线。但我最终发现，我以为的挣脱，只是落入了新一轮的操控之中。就像那个大骷髅背后还有一双手，在用看不见的提醒暗中操控着一切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有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。如果你想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生，离他远点。如果一个连记忆都被篡改过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谈掌控秘密呢？那你们猜猜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？马先红逃走了，接下来我来问吧。张楚岚，你告诉我们，你怎么觉得任务还没有结束啊？马先红其实是被人控制，他根本看不清楚自身的处境，真正危险的是他背后的那个人。好，你接着说下去啊。领导，怎么换人提问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张楚岚这个人一向滑头，不要再跟他废话了。赵董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。张楚岚，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回答问题当然没问题了，领导。但是吧，这个地方坐得不太舒服，咱们能不能换个舒服的地方，单聊？看住你的人都是公司的好手，只有这一个办法能把你救下来。很疼吧？这个东西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？我那天砸修身炉的时候，好像看见过一个一样的。这就是我们在被你砸碎的修身炉的残骸中所发现的，它跟我们已知的任何的生物器官都不相符。经专家鉴定，它不是一团血肉，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。
靠气供养。离开了修生楼，他已经完全死掉了。马先红是神机百炼的拥有者，可是这东西完全不出自神机术，而是一个外来物。所以根据这一点，我们才发现，在马先红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势力，或者是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才决定再把马先红送到安保这个契机，让他作为诱饵，引出马先红背后这个人。但是啊，我们却小瞧了他们的能力呀！就在1个小时之前，马先红被人劫走了，而且后头他所有的团队全被人给灭了。赵总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所以我才能进来跟您聊天，对吧？除了总部，你是唯一一个觉察到在马先红背后还有帮手的人。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？马先红跟我说的。楚岚啊，这件事对总公司非常的重要。我刚才跟你说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打消你的顾虑。这里虽然没有总管灯，但是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呢？赵董，真的是马先红告诉我的。马先红跟我说啊，至于金凤婆婆，把她带回来，我是受人之托，一个我无法拒绝的人。这个梅清风啊，虽然是一个退隐40多年的老权星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儿，在整个艺人界也没有什么存在感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人，却引起了马先红背后人的注意。这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所以在跟马先红见面之后，我就去暗中调查了这个梅金凤的所有资料。三哥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？谁的资料？梅金凤，这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老婆婆啊，既然是当年引发甲申之乱的全信长门吴根生最亲近的追随者，想要抓梅金凤的人啊，所图的比马先红要大得多，而且他想做的事儿，极有可能跟当年的甲申之乱有关。这个人，对公司才有着真正的威胁。我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，姐姐好开心。我一直没问过你，姐姐，为什么你让我带回梅清风啊？梅金凤对我有用，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。至于原因，姐姐以后再告诉你。我现在就想知道。鲜红，我们讨论过，姐姐的事你不问，这是为你好，相信姐姐。可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又想删除我的记忆，对吗？我这道疤是你留下的，我现在还给你。你想起来了？你到底欺骗了我多少？你跟杀死我家人的那些人是一伙人，对吗？如果是我杀死你的家人，我会给你修身炉吗？那为什么删除我的记忆？回答我。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对吗？记忆会扭曲一个人。你问我为什么要删除你的记忆？因为我最不想看到的，就是你变成现在这样的。姐姐好心疼。你小的时候常做噩梦，你常半夜被吓醒，跑过来找我，我就陪着你
一直做到天亮。现在你知道，那些根本不是梦，那是还残留在你脑海中的记忆。后来你不再做那些梦了，是因为我把它们从你的记忆里抹掉了。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，就让你那么痛苦，而你所经历的全部要可怕千百倍。在那样的记忆里活着，鲜红，你确定那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没有害过马家人，我的手上也没有沾过任何一个马家人的血。我只是想帮你，相信姐姐。骷髅换戏，我就是那个骷髅，对吗？我们相依为命那么多年，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最重要。你更想建成修身炉去帮助更多的人，你差一点就做到了，鲜红。这一次出了问题失败了，可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。你为什么不相信姐姐？啊？是你给我修身炉的计划，是你给我实现这一切的机会。我原本对你充满感激，但我发现，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谎言。我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工具，是你操纵之间的傀儡。修身炉到底是什么？裂缝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告诉我！跟我过来。这是在你自己家里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她没事，只是睡过去了。这个老婆婆的记忆里藏着很多秘密，你会感兴趣的。裂缝来自24节骨，它能做到的远远超出你的认知。只要你真的能够造出完美修身炉，激发这裂缝中的全部能量，你不但可以恢复全部记忆，还会有足够的力量重建碧游村。如果你愿意，你甚至可以让整个世界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他就是冯宝宝，哼，看来是真的。听说虚爷喜欢黑长直、煞白木木的那款。你行了吧，老黄？无聊。两位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第3任冯宝宝，
前2任冯宝宝已经牺牲了。对不起，周董。没关系，既然人到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宝宝，你知道我们让你干什么吗？晓得。那还不赶快坐到椅子上？嗯。接受询问的是洛北大区第3任临时工冯宝宝，对吗？我是。我通过了吗？咋个不问了？赵总，您就别送了，剩下这几步路我们自己走就行了。张主任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还那么紧张？哎呀，那还不是因为您是哪都通的赵董啊，见到您能不紧张吗？宝宝，有个问题，刚才凳子上我没好问你，你今年到底多大了？赵总，咱们做个交易，我帮你抓回马先红，揪出他身后的人。你的条件呢？也算不上条件，就是这个任务比较复杂，我想跟冯宝宝一起做。真不愧是老徐当真看中的人呢。啊？老徐当年已经做到了大区的负责人，这个职位在公司已经不算低了吧？你真的以为老徐当年想设置临时工这个岗位，没有我的支持，他能做到吗？赵董，您当年我非常看重老徐啊，让他当了洛北地区的负责人。可是他出于私心，私下里给那些特派队员制造了假的身份。他真的以为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是等着他主动向我坦白。哎，就是现在你这个眼神。当初老徐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这个眼神。当初啊，他还想杀我灭口呢。出来，你现在不会哦，赵董您放心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其实他呀是误解我了。你想啊，我们是10几年的朋友了，而且是过命之交。你说，我会在乎他这点小事吗？我这个人呢，是处在艺人界的乱世，成长在治世。我这一辈子啊，都在维护艺人界的这个安定。童宝宝是当初老徐所看重的人，出于我们都是艺人，出于同情，我真的不想看到冯宝宝再出现什么意外了。可是呢，作为艺人界秩序最高的维护者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艺人界再出现什么混乱了。不管出自冯宝宝，或者是出自马先红，或者是他背后那个人，我都不想再看到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好，你的条件我答应。对冯宝宝的身世呢，我暂时替你保密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保不住了，或者是因为冯宝宝所引起的混乱，那我的立场绝不会站在你们那边。赵董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有这么一天。赵董，咱刚不说好了吗？我明明看见它已经被毁掉了，怎么会？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相信姐姐。
路北的也出来了，看来这回全都过关了。宝儿姐，儿总你也来了。多亏了大家的帮忙，我才能活下来。这次终于可以面对面的感谢大家了。这么顺利，难道这次总部真的放过我们了吗？乔，就别疑神疑鬼的了，任务都结束了，至少大家都在，不就行了吗？是呢，任务结束了，咱们也都该重新开始了。各位，那么就再见了。咱们还会再见吗？对吧？当然。记得来鲁北找我耍哦。宝儿姐，我没走吧？老毕，你之前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现在的孤狼已经变成狼群了，但他们还不是公司最大的麻烦。现在迫在眉睫的是马兴红跟他背后那个人。那为什么要放走冯宝宝呢？他根本就没有通过存宽灯。要想找到马先红跟他背后那个人，冯宝宝才是最合适的诱饵。耶！
从下山开始，我对张楚岚的认识可能一直都是错的。还有马先红，在村口与诸葛青一起对付马先红手下时，同时镇住7、8个的情况下，乱阵头，我依然能用最后的力量镇住马先红。以此我断定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。直到我窥视马先红，才发现他跟张楚岚一样严重。以他的命格，绝对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浪。在最后降服马先红的时候，我也捎带手镇住了张楚岚一瞬间。只有短短的一瞬间，他从无察觉，但这已经足够印证我的猜想了。张楚岚的分量的确要比马先红重得多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俩是一类人，但依然和他们身上问题的严重性不匹配。我假设张楚岚并不是那个引发问题的人，他身上所引发的一切现象，是因为他的命运被那个问题的真正核心影响了。真正引发问题的人是冯宝宝，那个在我封后局中我却完全无法影响的人。马先红也是如此，他和冯宝宝没有交集，所以还有一个张楚岚身后的冯宝宝和马先红身后的另一个。他们才是事情的关键。今天在这里只有酒和朋友。去他娘的天师府！去他娘的火德宗！去他娘的全系！各位，干！不平！其实能跟你们35个人成为朋友，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。但是因为一张小小的纸条，你们35位啊，一人不差，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。只要是你，我们肯定来。对，武根山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一定来。我这一辈子去了。今年是什么年啊？甲申年。甲申年，还真是个好年啊！既然各位现在都是朋友了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去一个有趣的地方？我们看看有趣的东西。然后啊，我们36个人一起看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大干一场！大干一场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夜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。
宝宝。